2年，国内贬值最快的不是现金，而是这3样东西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，最近几年钱似乎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了。曾经100元可以在超市买一车的东西，如今单单买一些菜和肉都不止100元了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很多人开始担心，我们的人民币是不是在不断贬值？这就意味着存款多的人，总资产是呈缩水的趋势。尤其是在知道了我们 M2 的总规模已经超过了300万亿，更让人觉得担忧。然而事实上，人民币并非是我们国内贬值最快的东西，而且通过最近的 GDP 指数来看，我们并没有通货膨胀，反而是一个通缩的状态。我们更应该担心会贬值的是下面这3样东西。1. 房子。房子对于每个人来说意义都是不一样的，有的家庭用尽一生的积蓄，可能最后也只买一套房子，所以对于房价的涨跌并不是特别在意。对于这些人来说，房子安身的地方可以拥有就已经满足了。但是对于一些条件好的人来说，房子可能是一笔投资。除了自住之外，他们还会购买多套房产。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的发生，主要是前几年房地产市场的火爆。几年前正值房地产行业的巅峰时期，房价一直呈上升趋势。很多人将手里的存款换成了房产，转手卖了之后，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还有的人认为房价会一直上涨，手里的房子不愿意出售，一直等着它们升值。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，房产市场很快饱和，房价也开始一路下跌。起初只是一些小城市的房价开始下滑，大家也并没有在意。可是慢慢的，一些大的房地产商开始暴雷，很多期房变成了烂尾楼，一些售楼中心更是一夜之间人去楼空，手里多套房子的人此时也寒了心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并且随着相关政策的出台，国家已经出手开始管控房地产市场。预计在未来的几年内，房价会归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水平。这也就意味着房价一直上涨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。有相关专家预测，近些年房价还会呈下降趋势。这对于手握多套房产的人来说，并不是一个好消息。如果大家留意自己所在城市的房价，就会发现，很多新房和二手房都在降价。有些户主为了能更快出手，不惜赔钱出售，只怕一直放在手里会越来越贬值。总之，相比于人民币，大家可能更应该先关心房子贬值的问题。因为从目前的趋势来看，房产市场确实不容乐观。想购买房子的人和想出售房子的人，都在持观望的态度。一方希望房子的价格可以继续下降，一方则希望房子价格回暖，让自己手里的房产能卖到一个合适的价格。所以说起未来贬值最快的东西，房子是其中之一。2. 股票。股票这个词可能有一些人比较陌生，它其实就是一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一种凭证，用以证明购买者股东身份。当我们购买了某一公司的股票之后，就拥有了投资者的身份，最终可以获得股息和分红。股票可以转让或者是用来买卖。其实说白了，股票就是一种投资，那些股民们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的趋势，选择是否购买该公司的股票。当然，大家需要注意的是，购买股票也要承担相应的风险，如果公司呈负增长，那么我们购买的股票也会缩水。既然有风险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股民加入其中的？这就是我们老话常说的搏一搏，单车就会变摩托。如果买到几只好的股票，确实可以让股民们在短时间内赚到更多的钱。尤其是前些年，股市发展平稳且迅速，一些人通过炒股实现了财富自由，赚到了上几年班都赚不到的金钱。因为有很多成功的例子，这才让越来越多的人前赴后继的投入其中。不过近几年，投入股市的人回报越来越少，有些股票一路飘绿，俨然一副一跌到底的样子，这也让很多股民寒了心。而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有2个因素，首先就是网络购物对实体经济的冲击。如今网购和网络直播卖货都是非常火爆的，
这对于实体店来说，属于抢走了大部分的客源。这样一来，造成的结果就是上市公司的利润越来越低，赚钱也变得越来越困难，最后就发展为支撑不了发行时的股价，只能一路走低。很多人看到这里可能会说，原来购买的股票不赚钱，可以重新买一起新股票，比如一些紧俏的行业都是不错的选择。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原因。新股票的选择和购买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。如今新股发行的价格普遍都是偏高的，这就需要股民投入更多的金钱，这也意味着投资的风险会更大一些。所以即便有很多新发行的股票，但是由于股票行业的低落，也很少有人冒着风险去投资了。总体来说，股票实际上就是靠投机来赚钱。如今的 A 股市场不断动荡，国际形势也不是很乐观，稍微有一点的风吹草动，股票的价格就会一路下跌。所以要问起国内市场最容易贬值的东西是什么，股票也是其中之一。而对于想要投资股市的人，入市之前一定要谨慎，不要盲目投入，否则很可能就得不偿失了。3. 学历。前不久在社交平台看到这样一个笑话，3000块钱你想请到一个农民工？不要开玩笑了，要知道现在的3000块钱，你只能雇得起大学生，虽然这只是一个玩笑梗，但是却说出了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。的确，现在的大学生遍地都是，一届的毕业生还没有找到工作，下一届的又开始进入社会了，很多毕业生都在面临找工作难的问题。如果是一些名校，有校招名额还好一些，但如果上的是一个普通的大学，又或者是相对冷门的专业，那么想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，可谓是难上加难了。当下的情况是，岗位越来越少，毕业生越来越多，再加上实体经济受到冲击，很多企业都在裁员，就业环境只会变得越来越严峻。所以如果说未来最容易贬值的东西，学历也是其中之一。如今家长们都非常重视教育，大部分的孩子都会选择读书。考大学这条路，一些成绩优异的人还会继续考研、读博等。也许在不久的将来，本科会成为一个起步条件。单位或企业在应聘员工的时候，最低标准也要是本科的毕业生。这就意味着那些大专生、中专生失去了很多的就业机会。当然，莘莘学子们也不必担心，努力学习还是非常重要的。好大学的毕业生或者是硕士、博士就业环境依然明朗。所有在校生要做的就是努力的学习，不要担心学历贬值。在它贬值的同时，我们可以通过不断提高学历的方式来应对当下的就业形势。总之，未来我们国内最容易贬值的并不是人民币，手握存款的人不必担心物价出现大幅度上涨，短时间内也不会发生。我们真正需要担心贬值的是房子、股票和学历。房产市场的下滑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。如果还想继续炒房，一定要慎重，不能因为现在价格较低就贸贸然入手，还是要关注之后的房价走势。而股民们也应该及时止损，现在也并不是投入股市的好时机。一些原始的股票价格持续走低，稍不注意就会被牢牢的套住。而那些新发股，价格又偏高，短时间内并不能看到回报。如果不是专业人士，还是尽量不要去碰触股票了。最后要说的就是学历，随着本科毕业生的不断增多，大专和中专的含金量已经越来越低了。作为入职的敲门砖，本科似乎已经成为了最基本的入职条件。按照现在的情况继续发展下去，很可能在以后，入职条件都要变成研究生起步了。所以对于在校学子来说，认真学习，提升自己的学历才是重中之重。毕竟好大学的优秀毕业生，还是各个企业争抢的对象，只要你足够的优秀，根本不会在将来为找不到工作而担心。结语：综上所述，从目前的形势来看，大家不必担心手里的人民币贬值太快，相比之下，更应该担心手里的房子、股票和学历。虽然这几项或多或少大家都有些影响，不过我们也不需要过分的焦虑。我们要相信国家足够的强大，无论是哪一种，
都不会出现不能挽回的情况。大家现在要做的就是关注每一项的发展情况，在合适的时机下去做出正确的选择，让自己的损失最小化。只要这样，才能把这3样东西对我们的影响降到最低。